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那么今天来跟各位聊一下美国司法对于罢工的处理。台湾目前长荣航空机师的罢工已经和平的落幕了，当然这些机师们都要到了他们自己的加薪。那么根据2023年劳动部的一个公告呢，其实呢在台湾薪水最好的还不是医师，医师平均月薪15万，在台湾薪水最好的是机师，平均月薪27万多，年收入可以到400万。那机师已经拿这样的高薪，怎么还有这样的胆气跟豪气来罢工呢？这个就要牵涉到在疫情之后，整个航空业机师非常的缺人力，所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机师如果今天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其实呢可以就直接跳槽。像美国的话，在疫情期间解雇或是裁员了很多的机师，可是现在因为报复性旅游的关系，整个旅游业不但是飞机非常的缺，像空中巴士他们就接了8000辆的订单，到现在都还交不出货来。那么机师也非常的缺，估计到2032年呢，整体的机师的量需要到3万名所以美国也是在一个非常缺机师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一般我们都觉得说劳方一定是被压榨到不行了，是不得不铤而走险才来罢工啊，跟资方做一个争取。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台湾呢，这些待遇很好的空服员还有机师在罢工啊，其他的各行各业怎么都没有在罢工。那今天也会跟各位聊到为什么台湾的医护人员呢迟迟都没有进行罢工，因为可能各位也知道，病人跟护士的比例这件事情呢是一直有在谈论的，那么医师过劳的事情也是一直有在谈论的。到目前为止，护士虽然算是劳工，可是除了住院医师以外的所有的医师呢，都是没有纳入劳基法，不受劳基法的保护的，不算劳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2023年6月1号，最高法院呢有一个新的判决下来，工会在罢工期间造成资方的损失呢，法律不予免责。那这个可能很跌破大家的眼镜，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呢，应该这个最高法院就是挺人民啊，挺劳工啊，因为大部分人民是劳工嘛，所以你就是支持弱势。但这一次的情形呢，就是例外这个主要的故事是在华盛顿州有一个混凝土公司叫做 Glacier Northwest， 然后他跟他的卡车司机之间的这个争执。卡车司机的工会呢跟资方做了一个谈判，然后谈判截止的时候这个期间已经截止了，劳方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这个工会马上就号召劳工呢立马开始罢工，不论你手上正在做什么事情，你都立刻停止。于是至少16位的卡车司机，他们是已经载着满车的混凝土已经混下去了的混凝土，在这个滚筒车上面滚啊，结果就因为工会的发布一来的时候呢，这些卡车司机立刻就原车就返回，就开回来不去交货了。那返回到公司的时候，公司为了避免这个滚筒坏掉，他们就赶快把混凝土卸下来。可是这些已经都大量的搅拌下去的混凝土卸下来之后就硬掉了，就全部都浪费掉了，于是造成资方非常大的损失。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呢，大部分的法官都认为说呢，其实工会要罢工呢，你可以采取合理的或者是比较减少风险的一种行为呢，来进行你想要的抗争，而不是用这种故意的蓄意的破坏资方的财产，造成人家严重损失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个货送完之后，你回来你今天就不干了，你开始罢工嘛那你非但没有预告期，而且呢这个混凝土已经混下去了，是完全无法回收，它是不可逆的，你就这样子让这个货车的工人呢直接就把原车开回来。于是这一次呢，判定这个工会跟这些卡车司机必须要负担资方所受的损害赔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整个罢工的历史上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罢工，就是1894年的铁路大罢工。那我们要知道，在1894年的这个时代它刚好是一个大萧条的时代。这个时候呢，确实资方他们也非常的为难，因为都收不到订单几乎就没有进账。他们就决定呢，把工人的薪资给他砍25%，也就是整整降薪降1/4。可是工人住公司的宿舍费用却没有跟着降低，然后对公司所缴的水电费也没有降低。工人们觉得他们是上面被资方压，下面被生活压，所以好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非常的痛苦。于是呢，迫于无奈就是铤而走险起来罢工。他们又联合了所有的铁路工人，不是只有这一家普尔曼火车车厢制造商在罢工而已，是25万个铁路工人全部罢工，而且他们非常暴力的呢去破坏了很多的设备。最后呢，美国军方出来镇压，最高法院呢也发出了禁制令，不准他们罢工这个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那时候工会行使罢工权的程序是没有那么完整的。
那当时就有出人命啊，至少死了30位的工人，57位的工人受伤。不但是铁路运送出了问题，造成了商机跟商业活动受到影响，就连邮政都受到影响。当时都是用纸本邮件嘛，所以信件也都传送不良啊，没有办法运送，整个的经济损失大概有将近8000万，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可是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反省啊，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呢，他们真的是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来争取到劳工跟资方的一个对等权，因此美国设立了9月的第1次的礼拜一作为劳动节，所以美国的劳动节是这样子来的。我们可以体会在那样艰难的情况的时候呢，劳方确实非常的弱势，所以劳方需要用到一个付出生命的一个血汗代价来为自己争取权益啊，也获得了资方的重视。但是现在是21世纪了其实呢，现在人力非常的不好请，许多的资方是非常的珍惜劳方的，因为毕竟没有劳方的话，你的公司就没有办法营运了，人力短缺的情形也非常的严重。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资方跟劳方是没有必要用这样二元对立这么极端的方法来争取生存权的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次长荣航空的机师这种高薪的人员在这里罢工，这是整个普遍上社会上都是不支持的啦。所以这次连消基会都出来谴责长荣航空的机师啊，认为你争取劳权却严重的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不义的行为。尤其是你以这个春节期间呢，作为你抗争的一个时间点，这么多的民众心心念念就是希望在春节的时候能够旅行，并且费用都已经缴出去了，旅行社收了这些民众的费用，不但是要去想自己呢已经预定下去的这些旅社餐馆啊，还要去想这些民众的期待，你是不是好拂逆他们的期待，让他们失望呢？那么产险业者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不知道到底是要拒保还是要纳保，拒保的话就会遭到民众的谴责，纳保的话自己可能赔到脱裤子啊。因此呢，希望呢能够采取的是一个三方共好的一个方法，而不是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所谓共好的意思就是呢，不但只是有劳方跟资方这双方而已，你们两个要去对立，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还影响到了另外的消费者，包括这个 Glacier Northwest 的混凝土公司还有卡车司机，是不是也还有第三方是等着要用混凝土的一些建商或者是营造商呢？那他们又何其的无辜啊。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曾经在华航空服员的罢工事件里面看到呢，所谓的桃园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他们有提出一个说法叫做竞搭便车条款，意思就是呢，如果你不参加工会的啦，这次我帮各位争取到了站外津贴，那么你们呢不能够有这个站外津贴的福利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来看到其实美国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就在美国呢，至少有20个州他们的公务员是可以组织工会的，那他们的会费就是直接从他们的薪水里面扣，不管你有加入工会或没有加入工会都要扣。他们说这个叫做 fair share fee 就是呢，我去帮你争取权利，那你不可以无缘无故搭便车要不然呢，为什么你都不加入工会，工会帮你争取到的好处你都享受呢？于是呢，他们呢每年大概缴个$550给工会，不管你要不要参加都一样要缴钱。那这就有人不满意于是呢，伊利诺伊州就有一个公务员呢，他就去告，他就说这个叫霸王条款你们工会的言论不能代表我的言论，因为我不加入就是因为我不挺你们，我不接受你们的言论，那我有我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不要你们代表我，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代表我，逼迫我一定要从我的薪水里面扣这个1年$550呢？这件事情也是一直就诉讼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那在2018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就下来了，他就裁定说呢，废除这个霸王条款。他认为也不合理人家不加入，人家有人家的言论自由，人家不需要你代表他，所以呢，你要去争取你的权利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不想要缴会费。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的意见就是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宪法第1修正案就是我有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宗教的自由、聚会的自由。那言论自由就是呢，工会代表的不是我的心声，所以呢，我不需要缴钱给你。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公务员工会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呢，他们就是从不管要不要参加工会，全部强制收费的这件事情呢，抵充了他们78%的这个营运费用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收入的来源的78%是来自于不管你要不要参加，我全部都要求你缴钱。当然这次的这个财政就大受影响嘛。那我们要知道美国的工会其实也势力非常的大，他们甚至可以去发动他们工会的人员呢，支持这个候选人或是不支持
持这个候选人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工会说我们就是要支持共和党，或是工会说我们就是要支持民主党，这样权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从长荣航空空服员的一个罢工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工会的权利到底是不是呢？所有的劳工真的都甘心乐意接受，还是迫于同侪压力不得不接受呢？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曾经在中途呢就有30位空服员，其实他们就希望退出，不要再参加了哦。可是呢，他们的三宝啊，都在空服员工会的手上拿不回来，就包括台胞证、护照还有工作证。因为他们当时呢决定要参加罢工的时候，这三宝就已经交到了工会的手上，而且他们已经签下了同意书。那后来这30个人里面呢，有27个人就要去告这个桃园工会的干部啊，就说他们强制扣留我们的三宝，但是检察官后来都没有起诉。检察官说呢，你去跟人家签同意书说你要参加罢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三宝人家要收，然后呢你也知道了说如果这个三宝要退给你的话，要有一定的程序。那人家程序还没有完成，不退给你，你不能够去说呢人家是故意扣留强制罪。那当然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在程序方面故意推脱，或者是在程序方面实在是流程还没有跑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形。总而言之呢，要用刑法去告这些干部是告不成，所以也就只好认了。那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今天假使是你的同侪呢全部都要去罢工了，你不参加，你觉得你会不会变成人家的眼中钉？所以呢，不参加罢工也是有压力的哦，这是 peer pressure 啊。然后参加也有压力，因为你也怕你的主管将来给你记录一笔啊，你之前曾经有不良行为啊，你参加罢工，所以你将来升迁无望。所以呢，其实要参加罢工不参加罢工，心里面都一样是忐忑啦。那所以又何必呢？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法来共好，而不是对立啊？那我们来看到呢，我们台湾的这个工会法，我们2010年的时候修正了很陈旧的工会法，把它修成是新法。这个新法里面其实是说应加入工会啊，意思就是强制入会哦。只要你是劳工，只要有工会，你就要强制入会，然后照样这个会费就是从你的薪水里面由你的雇主直接扣掉。其实我们台湾的劳工都还是比较是温柔敦厚的个性啊，没有那么喜欢参加工会啊，对工会也是比较兴趣缺哦。那还好，工会法里面虽然说要强制入会，但是也没有说不入会要罚哦，所以至少还没有罚则啦。那工会如果真的是呢为着劳工争取权益，那也就好了。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呢，在工会的干部里面也有很多是因为他得到了这样的权利呢，他可以用这样的权利来胁迫资方呢做一些等价的一些兑换，换取到某一些劳工的权益。那如果被牺牲了这些劳工的权益呢，又怎么办呢？都有很多很令人觉得不可取的一个地方啊。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劳工确实是很弱势的时候，这个是不得不的一个罢工行为。但是到现在，我们真的不认为罢工是一个可取的行为啊。但是呢，法国啊、日本啊，也都还是罢工罢得非常厉害嘛。常常这个法国一罢工啊，大家就可以不用上学、不用上班了。这个大家应该都在媒体上面也都是耳熟能详。那我们来看到，在2023年10月的时候，美国发起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医护人员的一个罢工啊，参与了包括药师啊、检验师啊、验光师啊、营养师啊，甚至是清洁人员阿嫂啊、班长啊，全部都参加了哦。整个联合起来有75000人，超过8个州跨州执行，主要就是有一个医疗的集团叫做 Kaiser Permanente 啊。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有很多医疗人员离职的关系，造成了人力非常的短缺，要照顾这么多的病人是不够的，所以每个人都被迫加班，非常的劳苦。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加薪，然后加人力，所以联合了这么多的人一起的罢工。那我们台湾的医护人员虽然常常在讨论，可是却一直迟迟没有真正发生医护人员的罢工，是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护理师工会，公家的公；医师工会，公家的公，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职业团体。跟这个劳工的工会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护理人员呢要去罢工呢，他们必须要先成立这个劳工的工会，再由这个工会呢去跟医院，也就是资方协商，必须要订立必要服务条款，维持多少的人力去照顾门诊、照顾急诊、照顾住院患者啊，你不能整个唱空城啊，那这是不是严重的影响到这些患者的权益嘛？所以台湾其实呢，劳资争议处理法是没有规定护理人员不能罢工的，只是你至少要先成立工会，到现在都没有。
因此也就迟迟没有办法进行罢工。那么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真正不能罢工的是教师，是学校的工人，还有国防部。那台湾的公职人员也不能够罢工哦，不像美国这样公职人员还能够组成工会。台湾的公职人员因为根本不适用劳资争议处理法，所以也不适用工会法，所以根本是不能够罢工的。那么医师为什么不罢工呢？因为医师到目前为止的话，只有住院医师算是劳工，其他以外的所有医师呢都不纳入劳基法，所以呢也没有工会这件事情。那最后我呢要跟各位介绍到的整个这个时代的变迁里面呢，我们真的觉得资方是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懂得珍惜劳工，大家需要真心的把自己的心理层次跟精神层次都再次提高的时代，真的不是要再落在这个两边对立跟冲突里面了，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好好的协调，好好的彼此各让一步。真正在一个经济非常萎靡困难的时候呢，我想呢劳方也是都非常的愿意去陪伴着这个资方呢共同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那如果资方真的是有良好的收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也是都愿意发很多个月的年终奖金来让劳方能够过得更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可以过上好日子啊，不单是物质上面的好日子，心灵上面也要有好日子。所以套用稻盛和夫先生的一句话，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员工呢能够物心两面都幸福。我想这个也是资方呢都必须要谨记于心的。谢谢各位。